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午夜听鬼。今天我们又来说一则云顶的故事哦。这个故事不但发生在酒店，而且还有后续发酵的可怕事件呢，所以要听到最后哦。听故事前记得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你就会收到更新通知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跟你一样喜欢鬼故事的人看到哦。感谢你啦，那我们开始咯。星星，听说你在做鬼故事频道，我朋友那天跟我分享了一个很恐怖的经历哦，你想听吗？呵呵呵，先请姑丈喝杯咖啡啊，呵呵。姑丈，你说。接下来就让星星扮演老公，白果扮演老婆，把这个故事说给你们听吧。这件事发生在去年，我的老婆白果是一位中学老师。趁着年尾学校假期，我们决定周末上云顶来个3天2夜 happy 一下。于是在开了接近2个多小时的车后，我们终于到了。虽然我们订到了走廊尽头的边间，对，就是你们觉得经常会出事的最边间，但我跟白果进去后并不觉得房间有什么问题。哇，星星，这次订的房间很不错耶，是不是？以前订的房间比较小，这间真的比较宽敞，光线也比较亮耶。对呀，而且房间还香香的，好舒服哦，太开心了啦。于是我们放下行李后就简单整理一下，然后出门去吃午餐了。是老师耶。老师，你也跟老公来云顶拍拖吗？是的，由于是学校假期，白果在云顶一直撞见学生。不论是吃饭、逛街，还是在户外的主题乐园，白果3不5时就会被学生喊名字、打招呼。我差点以为我是跟哪位网红出门了呢。哎呦，有人很红啊，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来。你几时出道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真的好尴尬耶，我不想再遇到学生了啦。啊，我知道去哪里不会遇到学生了。来这里肯定就不会遇到学生了吧？顺便看看我这个教数学的到底赢不赢得了概率。这股气势不对劲。就这样，第一天我跟白果要躲学生还要赢概率，的确有点疲惫啊。所以当晚我们很快就睡着了。隔天早上醒来，我先起身去洗漱，这时我听到白果叫了我一下。干嘛？我问你啊，昨天那张椅子是那样的吗？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那是放在床尾角落的一张椅子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。那张椅子我记得明明是收在桌子底下的啊，怎么会对着床呢？哎呀，对着床又怎样啦？你把包包放在那里推进推出的，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可是也许吧，但我完全没印象耶。你赶快准备一下啦，等下要吃的那间店会很多人呢，早点去，避免又遇到你的学生啦。好啦，昨天赢的钱又可以多买几个包包耶，你有什么想买的吗？第2天的我们基本跟昨天一样，在云顶买东西、吃东西、逛街、看电影，整天下来，晚上回到房间又累瘫了。差不多午夜12点，我们基本已经睡着，并打算明天中午就回家。只是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突然被一股力量给用力摇醒了。星星，起来呀！你快点起来呀！干嘛？现在才几点啊？我不要待在房间了，你快点起来，陪我下楼。当时我连牙都没刷，脑袋还在迷糊的状态下，就被白果拖着来到了酒店的大厅。你到底是怎么啦？现在才6点。你是要吃早餐，还是要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在房间看到鬼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。白果说他刚睡到一半，突然觉得房间好冷，由于冷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就想起身去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。但是当他正要起身时，他竟然一点都动不了。这种情况他是第一次遇到，每次听人家说鬼压床他都不太相信，
而当自己真的遇到时，他才知道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能够动的感觉是这么的恐怖。然而真正让白果吓到的是，他看到床尾竟然站着一个人。白果当时看不到他的样子，因为那个身影是完全背对着他的，但分辨得出来，那个人穿着红色的连身裙，留着一头及腰的长发，轮廓看起来就是个瘦削的女人。白果当时以为有人闯进来要偷东西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明明就站在桌灯前，身上却没有一丝反光，仿佛光线照到他身上后就被吸收了一样，颜色生硬得很诡异。白果早就被吓傻了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影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确定不是在做梦？那之后呢？你怎么突然又可以动了啊？我还没说完啦，我原本也以为我要这样盯着那个背影到早上了，结果那个女人好像知道我看得到她。白果说，那个女人站了好几分钟后，竟然开始朝他慢慢靠近，但她不是正面走来的，而是仍然背对着，以倒退的方式一步步走近。这时白果才意识到，早上已经退回桌子底下的那张椅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也被拉到了自己的床边，而那个女人就安静地来到了椅子旁边，然后坐在了上面。当时我感觉我的手臂几乎要贴到那个女人的裙子了，那个瞬间我就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气从我的手臂迅速传到我的后背，接着我就无法控制地一直发抖，身体感觉好冰好冷。那一刻我真的没办法了，只好把眼睛死死闭上，然后不断在心里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希望可以赶走那个女鬼。但是当我念到一半，我的耳边突然有把声音很靠近的一直在窸窸窣窣的说话，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知道他越说越大声，最后声音大到好像是在用喊的。我实在是受不了，觉得耳膜都快被喊破了。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愤怒，于是就在心中大声地喊出阿弥陀佛，接着再使劲一个侧翻后，我竟然就能动了。听完白果说完，我心里也开始发毛，然后很庆幸自己没有在半夜醒来，不然见鬼的应该就是我了吧。白果还说，他能动的那一刻，那个女人就消失了，房间的温度也完全不像之前那么冷了。总之我们等太阳出来了再回房间好吗？我怕那个东西还在那里啊。好啦。就这样，我们在酒店大厅待到了早上8点，才决定回去房间。我跟白果紧张地打开门后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但是看到那张莫名被移到床旁边的椅子，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踏入房间，慌乱地收拾好行李后，就马上check out回家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接下来却发生了更恐怖的事。回家的路上，白果已经没什么心情聊天，整晚没睡的他，在开车不久后就已经呼呼大睡了。我也打起精神，默默地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前方的路口只要转进去就能回到我住的那区了。于是我打了信号灯就要左转弯进路口，几乎是瞬间，我的车突然打滑了，并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右边的对向车道，最后停在了一棵大树的旁边。当时我整个人是宕机的，因为实在是太惊吓了。幸好当时对向车道没有任何车子开过，不然后果简直无法想象。旁边的白果也被吓醒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我深呼吸，调整好状态后，就赶快把车开回原本的车道，并在前方不远处的一个油站停了下来。但其实你们知道吗？真正让我惊吓的并不是车子打滑了，而是车子打滑前发生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当时听到我的车被某种东西用力撞击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以为后方有车子冲撞到我了，但那时天气很好，路况也看得十分清楚，除了对向车道不时开过几辆车外，我确定我的正前方和后方是完全没有车的啊。到了油站后，我下车查看了一圈，发现车身根本就没有被撞过的痕迹。我们没有被撞到对吗？那刚才那个撞击声是……
你也听到了？所以这到底该怎么解释？我尝试安慰自己说，应该是路上有砂石导致车打滑了吧。至于那个撞击声，我觉得是精神不佳导致的幻听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回到家后，我跟白果已经被连续的惊吓折磨到身心俱疲了。虽然如此，我们没有刻意把事情联想到玄学的方向去。一方面是觉得这些事很晦气，不想再提，既然人没事就好。另一方面是我们回来后还要处理各自的工作，就想让事情算了。到了差不多晚上10点，我跟白果都待在楼上的房间，他在刷手机，我还在处理工作。由于午餐晚餐没什么胃口，这个时间点竟然就饿了。白果，我想去煮快熟面，肚子饿了耶，你要吃吗？我也要，那我负责煎蛋，走吧。于是我们一起下楼，来到了楼梯口。当我要走进左边的厨房时，走在我后面的白果此时突然很用力地扯了一下我的衣服，我当时差点被勒到咳了出来。干嘛你？我差点跌倒哎！你没看到吗？看到什么啦？就在你前面，你完全看不到。你到底要我看什么啦？是的，不知道怎么了，白果突然大喊一声，就立马转头冲回了房间。当下我满头问号地站在原地，但我很快就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在白果冲上楼的那一刻，一阵异常寒冷的风突然迎面朝我扑了过来，我瞬间就打了一个寒战。那阵风很大，一下子就把我的衣服和头发吹得飘了起来。当下我觉得很不对劲，也立马跑回了房间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就看见白果正抱着头蜷缩在床旁边的角落。快点关门！是他，我又看到他了。是的，那个红衣女人竟然从云顶跟着我们回来了。她刚就站在楼梯口看着我们，而这次白果看到她的脸了。白果说，那个女人的嘴巴长得很大，而她的上半张脸像麻花一样被狠狠拧过，完全错位变形了。眼睛、鼻子和面部肌肉搅在了一起，那张骇人的样子差点把白果吓晕过去。但当时我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看到我们后，就马上朝我们的方向冲了过来，我才会吓到大喊跑回房间的。所以，刚那阵寒风应该就是他了吧？那晚，我跟白果一直缩在房间角落，不敢乱动。间中，我鼓起勇气出去，把2楼的灯全都打开。之后的那整晚就没再看到那个女人了。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敢睡，只能精神紧绷地撑到了早上。喂，老板啊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突然有急事要请假。是的，为了弄清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我请了假后就立马跟白果赶到附近的庙找师父求救。那个酒店房间很不干净哦，但是通常不会跟回家的。你们是不是从房间里面带走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师父，我们就只带走了自己的行李，没有拿走其他的东西呀。你们确定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个，其实我是有拿了东西回家。哈？你拿了什么啊？就是你记得那个房间，我们一开门就觉得很香吗？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味道。我之后进了浴室，就看到有个类似像香水瓶的东西放在了盥洗台上，房间的味道就是从那个香水瓶传出来的。我实在太喜欢那个味道了，就突然有股冲动想把它带回家。就是那个东西啦，你把它放在哪里了呢？啊，我有带过来，我记得我把瓶子放在这个包里。但是白果找了很久，翻遍了整个包都找不到那个香水瓶。奇怪，怎么找不到？我明明是放在这里的，都没拿出来过啊。看来他是知道了你们要来，你们回家找找，他一定是在你们家里。找到之后，拿块红布把瓶子包起来，明天再带过来我这里。还有记住，出了庙门后，千万不要提到说你们还要过来，也不要提到今天来这里的任何事，照我说的做。
一切会没事的。于是回家后，我们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，越找就越觉得毛骨悚然。最后，我们是在查看衣柜时闻到了那股香味，而那个瓶子竟然被塞在了衣柜内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。我跟白果根本不可能把东西塞到那种地方，这就奇怪了，那个瓶子究竟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呢？找到瓶子后，我跟白果完全不敢等到明天。我们安静地把瓶子包好后，就立马再回到庙里请师父处理了。师父并没有跟我们说那瓶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庆幸的是，经过师父处理后，家里没有再发生怪事了。只是在那之后，我跟白果一闻到香水味就会开始应激，生怕那个女人又回来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出门去玩都平平安安的，不然真的是花钱找罪受啊。很感谢你们耐心的看到这边哦，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点赞或者加入会员，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了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、干部阿燕、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Clay L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！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、Nick Life 喵太、阿如如和吴大大，感谢你们啦！